7000转，我换不透呀。哦，又找把底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on， 不是一个测评，只是 POV， 欢迎回到来 Part 2。如果你没有看我上个影片的话呢，我是在试驾这 Swift Sport， 它是 Swift 然后 Fully Converted Swift Sport 1.6 内的。所以有什么介绍这辆车的话，我已经在上个影片介绍啦。所以我们这一集呢，就是专注于上山了，好吧？现在是下雨天，你看那个雨一直在下，然后地上还是非常的滑。然后这辆车是 Semi Slick， 我们这个影片只能拿一个体验上山，不会太快。话不多说了，我要上车了 ，Let's go！Camho X-Star V730的 Tyre 205 50R15寸，前后都是一样 T37的 Rim 啦 ，Top View 的脚牙避震 ，Engine 原装 ECU 有改过。好，我们车主啊，胸在里面啊，幸好下不大雨。这辆车也改了 keyless 啊，因为我就开一点窗，开风就好了。这辆车的 engine 哈，1.6公升自然进气引擎。拥有着125匹马力啊，还有148牛顿米左右哈。5速手排，很有力一下的这辆车，不要看小它1.6公升哦，因为它是manual嘛，轻轻松松，你看。玩家会让路，谢谢你。这个抓地还行啊，还行。我加过 AD08， 一点点水的话都没有什么信心的感觉。你们可以通过这个我开窗口哈，听到它的那个 engine 声，还有那个exhaust 咆哮声，开始抓不到底哦。油门再放多一点，它就会吵，要抓那个油门。又是一个下雨的一天，起雾的一天，而来。不过 Swift Sport 是真的无可否认哈，它的那个敏捷度哦，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左就左，右那感觉非常的好。然后它的那个避震是最软的，但是也给我讲是最硬的一个啊，你 feel 到它很扎实啊。
brake 很次啊，真的原装 brake 原装的 brake pad 换了一个钢火椅哦，我踩一点点它就，我还是暂时不习惯那个 braking 啊。这样子是打97了哦。我突然想起一个很开心的事情，因为我朋友刚刚买了一辆 MyV， 在等着啦，1.5 NA 的手牙了。突然想到一个很开心的事情，应该迟点我就会上山了，也是手牙，哇，那个 NA 有力哦。哦，那个弯都感觉到打压都啊。喂 ，boss，hello。非常的敏捷，真的非常敏捷。给我想起哦，这个过每一个弯都要继续踩油下去啊，防止它去推头。下雨天，推头再踩一点啊，感觉就是啊。后面的 Mazda 3 RKS， 静，天都静静。再慢一点，路很烂。哦。哇，它的那个咬地真的是，如果是干地的话呢，一定是爽到半死。女孩子家的我，是吧？女孩子是要上山。真的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我女朋友驾车载我上云顶，我会怎样？Hello，嗨，地上好像比较干一点哦，那边。干一点。看这边干了。这里就可以 feel 到它真正的7000转。
我换不到呀，不习惯。可以跟你讲，很好玩的样子，真的。哦，又找把地啊。OK， 遇到这个雨天哦 ，understeer 真的不要怕，好像刚刚我这样啊，踩真的要勇敢去踩一点点油拉它回来，这东西很难去解释哎，真的是靠感觉。当你发现到它有一点推头，你就要补油了，你反而踩 brake 是很危险的事情啊。在马路上看到很多一推头。或者是甩尾啊，就开始紧张而踩 brake 啊，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啦。OK， 但是如果今天我去玩 Go Kart， 我下雨天我这完全不一样的东西，后驱的 Go Kart 啦，变成了你推头，后面又跟着推。哇，这样都 ESP 出来哦！哇，这里还在做，没有 non-stop。地上湿。抓地，没有什么抓地，刚刚2号牙太有力了。很好玩了啦 ，bro， 真的。这辆车真的很好玩的，满意。看我过弯，轻轻松松，虽然没有什么抓地，但是这里哦，其实要做那个路这样子。哇，那个 brake 我真的被 adjust 不到，我还不会 adjust， 踩一点又不是踩一下子吃。understeer 高 ，under。啊，这里就是我们1.6 NA 的发挥了。真的是比一般的1.6感觉到爽。哦，没有 grip 的感觉哦。哦，会不会觉
得太硬，所以它会比较不稳。其实有好处有坏处啊。adjustable 太硬，有一点硬哦。所以就人家这种不平的路啊，它会比较没有，但是它很快打下来。啊，有好有坏啦，也有看哦。它 adjustable 它弹得快回来哦，变成你的打压有抓地了嘛。哦，只是想觉得它太跳的时候，它咬不到地哦。有就要慢慢去 setting 的东西。下雨天上山。拿一个体验一下，我很少下雨天上山啦，我就是哇，不同的感觉去哦。驾这种 NA 车，又不是 CVT 的车，就是爽。来到差不多到山顶还是很有力，又不会压箱限制你哦。这里退，但是它 ESP 没有出来哦。没有，因为它已经是不对的 speed 了，它还没有出。推，继续推。继续推啊，推啊。还要推又给它推一点点哦，踩一点点油这样子的。是很好的一个体验，今天也是一个很好的一天啊！啊 ，nice。现在 Miss League 也可以这样子上山 ，good。Hello X50 ，Hello。ESP 出来哦。OK， 好，来到这里哦。问我是不是好驾车？我跟你说，好驾，好驾。我这次试了31之后，看几时有这个机会可以试32啊。Tim，有机会的话到你了。果然不是浪的虚名啊，真的是很好驾。可能你开了 Camber 啦哈，所以我觉得它好像有一点偏重。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这种感觉是比32还重一点点。车身方面哦，真的是过每一个弯你都不用怕底盘松啊还是什么啊，那感觉很扎实。车身也很敏捷啊，但是你买这个车要有牺牲一点东西，就是它的后部空间很小我还比32还更小这个32好像大一点，沥水1.6没有得讲啊，都有力啊。那如果你买到32的话，马力会比较大一点啊，它给你的感觉就是哦，它不会甩尾的感觉，是这辆车，它的尾巴不会触的，好像很少，它应该尾巴很听话的，因为我 feel 到刚刚我一路来都是除了推头之外，也没有讲尾巴不听话。如果你今天是驾 Ford Fiesta ST， 他们很怪的，他们会屁股会不听话的，他们是特地的用屁股出来过弯啊，买手的 Swissport Manual 大概需要多少钱呢？差不多3万。到了山顶喽，雨天也是很好玩的，只是讲真的是要小心安全啊！这个引擎灯呢，不要怀疑哈，上个影片有讲过，因为它这爽爽会出来罢了。来，谢谢老板，谢谢你特地从射人班跑下来，不容易。是。呀，要开。推头爽吧？用打 brake 的。有啊，打一下咯。我 brake 的要死，你的 brake 是不是坏了？打一点点咯，然后它很听话咯，它不会好像。它一直推。谢谢 KS 陪我跑山。好了，这次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。喜欢看我的 POV 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期的 POV 再见吧，好吧 ，Goodbye。